据南部战区消息，7月12号当天，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未经中国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中国的西沙领海。这件事在非常微妙的时间点上发生了。前脚美国打脸日本，宣布不支持台独。随后，美国多次发出希望和中国缓和关系的声音，并且屡次提到中美关系好转会对世界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就比如基辛格出席当年秘密访华50周年活动，以及美国40多个团体联名致信拜登，要求避免和中国采取对抗态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舰却再一次强闯中国的西沙领海，美国这是想干嘛？打算逼中国动手，和中国来硬的？说实话，这不是美国军舰第一次直接不打招呼就闯入我国的西沙领海。在5月20号的时候，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在穿航台湾海峡到达南海后，也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闯入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如果单看这2次，就只是拜登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一旦继续往前数，美国的军舰就不仅仅只是来几次了。所以美国这就是柿子挑软的捏，想要继续试探中国的底线。毕竟最近美国又开始把目光盯向越南，企图在越南境内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对抗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所以对于这次，解放军终于决定不忍了，直接厉声警告美国，美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安全，违反国际法规和国际关系准则。对此，中方将严厉督促美方管控军事活动，否则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注意了，这次解放军虽然依旧只是驱逐了美国军舰，但是却明确表示，一旦出现下一次，解放军很有可能会开火。因为解放军最后还强调了一句，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所谓可一可二不可再三，美国一再强闯中国领海，这是完全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还真以为中国爱护和平，不反击就是病猫了。之前英国军舰上次闯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领海的时候，其实和美国军舰的所作所为很相似，其目的都是为了向主权国家示威，表示自己不承认这里是你的，所以我的军舰就算进入了领海范围，也不需要通知你。对此，俄罗斯是如何回应英国的？非常霸气的直接开火警告，甚至还出动了炸弹在英国军舰附近炸开。不说吓得英国是落荒而逃，也是吓得英国在国际上直接否认这件事情。所以以此为鉴，一旦美国再次出现这种情况，解放军也必将会效仿俄罗斯，甚至很有可能会直接开火击中美方军舰。因为不狠狠的出手打击一次美国，美国永远不会记得教训。如今美国接连不断的对中国搞小动作，不就是因为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发展速度太快，已经无法被美国掌控了吗？然而在美国这般极限遏制下，中国却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有发展速度更快的架势。对此，美国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确实有一张王牌，而美国没有。近日，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其中针对的就是中国为何在面对美国的极限压制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还以更快的速度崛起一事。在报告中，兰德公司表示，拜登遏制中国之所以处处受挫，原因就是中国拥有的一张王牌——经济实力。兰德智库认为，经济是比军事更重要的实力，因为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威胁相比，完全能够快速和平地解决问题。而中国为何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时可以底气这么硬的原因就在这里了。中国不仅自己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同时还不间断地帮助第三世界发展贸易和投资，以至于这些国家都非常依赖中国。而这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手段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对此，兰德智库还给出了数据，但是在亚太地区，中国的经济实力就直接超出美国37.2%。对此，美国可是酸话说尽了，还自打嘴巴表示，虽然在亚太的经济实力美国是没有中国多，但是中国光是有经济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还有2点弱点无法解决。其一就是在其他地区，美国拥有更多的受美国影响的国家，这是中国没有办法比的。第二就是中国确实有经济实力，但军事实力才是硬道理，而中国比不上美国。不过美国这2个缺点就纯属是胡说八道了。虽然拥有的经济实力这张王牌确实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情的发展，但是澳大利亚不依赖中国吗？在经过中国制裁后，澳大利亚经济直接一溃千里，却依然时不时就到中国周边挑衅一下，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用军事实力直接痛打澳大利亚，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确实有不少脑子比较好使的国家没有跟风美国来针对中国，比如韩国此前就是因为不好得罪中国，不然经济就直接卡死，所以不会参与如今这件事中。同样和中国经济比较紧密的德国也是如此。当然，德国和韩国又不一样了，德国更多的是自己的野心，所以经济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而军事实力的影响也并不是没有。但是可惜，中国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是美国能够小看的。就像是美国自己说的，中国已经用经济压制了一部分蠢蠢欲动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说到的，却是在军事实力上，中国虽然是比不上美国，但是却足以在各种情况下护住自己的国家主权利益。毕竟美国为何在推演台海战争的时候屡推屡败，美国自己也是清楚的。所以美国为何还敢小看中国，用片面之词糊弄别人？众所周知，对于中国崛起，西方国家的态度是十分不友好的。对于曾经几个世纪都处于世界中心的西方而言，东方大国的高速崛起是很难接受的。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种族和文明优越感，在崛起的中国面前被击得粉碎。在这种认知的支配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重伤侮辱也随之而来。但是日前就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连对中国大加赞赏。日前，美国国防杂志终于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中国在五代机上抢占的优势。据报道介绍称，其表示歼20不仅仅是模仿美国的五代机，而是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需求，采用了很多独特的设计。在以往一众的抄袭贬低评价中，这可以称得上是西方国家对歼20最高的评价了。随后文章对此做出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其称歼20具有高机动性、隐身性，并拥有先进的航电设备、传感器等。与此同时，中国还对歼20进行不断的升级。其中文章就预测中国将增加歼20在低可观测配置下携带空空导弹的数量，换装更高推力的本土发动机等。另外，与美国五代机生产力低下且状况不断不同的是，中国五代机的生产正在有序的进行中。歼20系列战机预计将会在未来10年内生产数百架，也正是这一系列的优势，使得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不断增长的五代机机队将使得整个西太平洋的远程防空行动成为可能。例如可远程追杀美国加油机和情报侦察机。而在美国人罕见承认中国在五代机方面的优势后，西方国家这次算是真正跟对了节奏。随后奥地利标准报再贡献一轮猛夸，称中国将是最终的世界冠军，到2030年中国将在关键的7个领域居于主导地位。那么究竟是哪7个领域呢？奥地利媒体做出了具体的阐述，也即在经济、人工智能、半导体、太空旅行、核能、环保技术以及武器7个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在武器方面，或许有人有疑惑，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主导地位吗？美国军事专家表示，尽管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超出中国，但是其军费更多的花在了增加核武库存、武器维修保养以及全球军事行动上，而中国的军费则投资在新武器研发以及升级上。奥地利认为，在武器方面，中国完全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主导地位。7月12日，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未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没有任何征兆的闯入我国领海。美军不是第一次了。疫情期间，美国国内疫情、经济等多个危机令该国狗急跳墙，开始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肆意挑衅，想借着对中国的挑衅转移国内压力。可越是这样，就越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无能。另外，美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国周边打擦边球，只会让该国陷入更大的困境。西沙是中国的领海，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在该地区搞阴谋诡计。此次美军驱逐舰闯入西沙领海的第一时间，南部战区紧急组织军机升空，对其进行驱离警告。虽说这一次解放军只是按照往常一样驱离了美国军舰，但是相比之下，解放军在驱离警告的同时，还明确表示美军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安全，违反了国际法规和国际关系准则。对此，解放军厉声警告美国停止此类挑衅行为，严格管控海空军事活动，否则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所谓可一可二不可再三，美国一再闯入中国领海，解放军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一次是警告，下一次很可能就是开火了。中国爱护和平，但并不代表好欺负，别错把中国的不反击当成病猫。话说回来，现在疲软的美国真的有胆量跟中国、俄罗斯任意一个国家来硬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如今所面临的局面，让该国早已再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一场面对面的较量了，更何况面对的还是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国。分析认为，与其说美国军舰闯入中国领海是在叫嚣挑衅，倒不如说是冒着被解放军痛打的风险转移国内压力，同时在国际上刷存在感。毕竟现在的美国正试图采取打组合拳的方式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迫切的需要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世界多国的支持，因此硬着头皮与中国作对，或许只是想对外展现出美国依然强大的现象。
当然，不管怎么说，美国欠打是事实。前脚刚在俄罗斯家门口搞完32国联合军事演习，后脚就闯入中国领海，真当我军是受气包？就如此前戴旭大校所说，面对类似的嚣张行为，就应该硬气回击，不要怕美国。越是忍让求和，就越会让对方得寸进尺。若美军舰再闯中国领海，就直接给他撞沉。戴旭大校的建议或许很激进，但不得不说，这令解放军兴奋。我军确实应该画条红线，越线就打。美舰要是再睁不开眼睛，我军不建议用一枚导弹让他睁眼。